大家好，我是永和彼得潘，今天是7月10号，礼拜五。我们今天也是在阳明交通大学这边。前几天因为我们去参加了一个演唱会，大跳到半夜12点才到家。然后我隔天早上起来，我的脚底就整个超级无敌痛，所以昨天和前天休息了一下。我这个礼拜被断大，断到今天才有办法出门练车。然后刚好今天又有一个台风要来，那龙龙哥，我们今天一起练车，我们今天要骑哪？我们要骑新义路做 VO2 Max 5×5。现在感觉有个小小雨缝可以钻，我们就赶快下去，赶快上来，趁台风来之前最后做一下强度，然后我们周末就做室内的长时间有氧吧。才刚说完要钻雨缝，结果干被做局了。回去，这刚洗完车。我们甚至还没有从宿舍滑到山下，马上就下雨了，而且这个雨势看起来还真不小。难不成我们今天骑2公里就要收工了吗？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不行啊，确认哎，真的哦。你赢就骑，我赢就骑，你赢就踩。然后变高时不，好骑。勇者的奖励。今天我学乖，我有带我的防水小包包出来。因为我上礼拜我本来想说没有下雨应该没差，我就没有把这个麦克风收起来。结果后来好像我洒水在头上的时候它就进水了，反正它就坏了啦。然后我花了2000块去把这个东西修好，所以为了不要再花钱消灾，我们今天有带这个防水小包包。刚刚前1秒下雨，后来我们爬到山顶又出太阳了，我们就猜拳决定一下今天到底要不要挑战一下运气。哈哈哈，结果是我赢了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就近骑下强度课表。今天要骑的是做5休5的 VO2 Max， 也因为我的 FTP 现在没有很高，只有250到260瓦上下，所以就抓个110% FTP 骑完即可。但也因为台风天的天气瞬息万变，我们看了一下云图，发现好像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的机会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When you're ready, start。开始吗？好。我们上周末把车子拿回家保养。杰斯马上帮我用最快的速度，用短短2天的时间就把所有东西搞定。周二晚上我去看了我近期最爱的歌手 The Kid Laroi 的演唱会，真的快要爽死。但这周的训练之路从这一天开始就变得坎坷了。本来以为隔天就可以骑着干净的车大干一场，殊不知前一天玩得太嗨。礼拜3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脚底靠近拇指球那个地方突然超级无敌痛。再加上我周二回北投之后，健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，直接忘记带码表，只好忍着痛骑回家拿。但那天骑起来真的超级不舒服，所以我周4直接选择全休1天，不想在可能加剧受伤的情况下硬是继续训练。但好在周5疼痛感就消失了，就剩台风来之前赶快把握机会升级一下。它这个圆圈啊 OK， 好，你带我走。在这条我不太会下，我没有下过。那好。好，你有地图可以打开啊。皆因为在行义路上回转比较麻烦，我们后来想到一个路线是可以不用等到红绿灯，又可以刚好满足5分钟 VO2 Max 做主长度的路线，就是全员路到行义路的小回圈。这一段是爬坡，这一段是下坡，绕一圈刚好可以做一组强度加缓和。到第3周，我也觉得我身体越来越进入状况了，做强度的时候可以撑得更久，心跳也不会像第1、2周一样动不动就炸高。显而易见的，训练成效正在慢慢发酵中。Last rep， 哎呦，感觉雨要下来咯，感觉时间抓得刚刚好。3、2、1 ，Let's go。虽然说脚掌的地方已经不太会有疼痛感，但是今天骑到后面还是会有些许不适。我最后骑完5组回家调数据来复盘，也确实发现左右脚平衡跟我上一次做 VO2 Max 强度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。这边想跟大家说明，其实不一定要追求完美的50-50踩踏平衡。因为在路上骑车的时候，也都很常遇到转弯。转弯的时候，为了维持身体的平衡，外侧脚会承受比较多的重量，所以一次骑下来，难免会有踩踏不平衡的现象。但受伤、肌肉紧绷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踩踏的平衡。所以这次我的数据跟我以前脚掌没有问题的时候做比较，你们可以看到上周末骑的是51-49，但今天却是53-47。我其实不会刻意去调整，等到伤好了，它自然就会修正回去了。龙龙哥今天状态如何？超鸟的，本来要做270、280，4组都是265，还可以啦。我出门就知道感觉怪怪的，我想说踩低，刚好你也
踢到铁板，那个换轮子，换一个铝轮练习轮，刚好让我一下。我比你重，可能3-4公斤吧。然后会不会跟不上？小心滑，等下稍微擦一下车好了。这车才刚保养完，其实刚车尾只是毛毛雨啦。勇者的奖励就是勇者的奖励。台风天不要。好，我们刚刚领取完勇者的奖励之后，我们现在要为此付出代价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训练台搬出来。然后我在搬家的时候，也有把我的训练台从永和大老远搬过来。当我弄得正开心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好像有哪儿怪怪的哦。哎，该不会没办法踩吧？好啦，真的吃屎啦！我们刚刚趁风雨小一点的时候，回家拿了我们这个训练台的转接座。昨天在装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哎呦，我的转接座没有带。我先把这个转接座拿回来，我就可以来装我的训练台了。那这样明天早上又可以骑了。哇，好，哇塞，终于装上去了。等不及来先试骑一下。太久没有骑训练台了，我应该已经整整半年以上没有踩台了。现在来赶快试骑一下。哦，今天是礼拜天，也是训练最后一天。我们今天要踩有氧，所以我们已经把训练台架好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最后戴一个帽子，让汗比较滴下来，所以开始骑了。码表，室内的 indoor。我们今天主要的训练目标是把心跳控制在差不多140到150，所以可能差不多145吧。然后我们要踩至少踩3个小时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其实本来礼拜六就要开心的在台风天踩台减肥，但因为忘记带转接座的关系，只好拖到周日再踩。加上今天的3个小时，其实我这周只有练6个小时。依照我前2周的训练堆叠幅度来看，这周练10小时上下 ，TSS 500到600会是最适当的量。但因为规划疏失还有个人失误，这周几乎可以说是一塌糊涂。至少以我的标准来说是完全不合格的。我个人是看重训练品质大于训练量的。不瞒各位说，从运动科学的角度而言，市民车手完全不需要像职业选手一样1周训练20小时上下。第一，台湾根本没有正规的多日赛。第二，如果找好教练，全面客制化个人菜单，其实要达到稳定进步这件事情，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。当然，在有氧打底期确实会需要更多的训练时数才能达到理想的训练效果。注意，这边完全没有考量到个人平常忙不忙，有没有时间的问题，是完全从客观的运动科学做评判。所以如果考量到个人平常的生活，这边的变因又更多了。很多人都只注重每周骑多久、多少 TSS。却忽略了恢复、日常饮食、睡眠、心理健康的重要性。个人体能、有氧能力的提升并非一触可及，有耐心、持之以恒才是训练最应该追求的。训练本来就有高有低，大家也别把大一次的训练状态看得太重。如何运用合适的训练模式去调整，并从错误中学习，才是更重要的课题。好，经过2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又回来台子上，刚去上厕所加装水，所以我2个小时。喝完2罐水，所以差不多1小时1罐。室内踩台的好处就是可以控制那个温度，然后比较能够一直补充水分，因为室内的水是无限的，你随时都可以去装水。因为室外你也是要停红绿灯嘛，所以其实室内可能骑1个半2小时，停下来补一下水、上厕所也是可以的。我要考虑我要干脆把4个小时直接骑完，但是下礼拜有个计划。我下礼拜想把一个 Rafa 小挑战1个礼拜全部骑完 ，Tour de Taipei 有5站，然后那5站加起来，我觉得至少应该也要花13、14个小时吧。其中3站比较大的是淡金、阳金、芙蓉来回、如来神掌，那其他2站比较小站就是我平常很常骑的环小台北，另外1站是台北市政府绕圈绕10圈。小奖励就是一杯免费的美式咖啡，那其他部分就是最后会开出一个抽奖活动。那有非常多不同的奖品，这活动是到7月26号，所以不知道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还有没有时间参加，还有没有时间骑得完？
不过没关系，明年搞不好也有机会。也记得大家要追踪我的 IG， 这样才能得到我最新的资讯。Base nice。踩完台第一步骤，什么？喝超能蛋白。这窗户可以打开吗？可以啊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你们看。哇，已经感受到外面的热气，赶快把它关起来。好，今天训练完成，赞！刚踩完3个小时训练台，我们现在要下去买一下沐浴乳，然后顺便倒一下垃圾。因为今天也是皮克米的社群日，昨天没有走到1万步，今天我要把它补齐，顺便做一点动态恢复。我等下要走到山下，再走上来，大概走个3公里，当下动态恢复，继续去种花，走。因为我们终于走到宿舍，刚刚也凑满1万步了。那我们下周就跟着我一起骑 Rafa 的 Tour de Taipei Challenge， 大家下周见，拜拜。